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宝，好久不见啦。那前阵子都在忙着帮一些车友装驻车冷气、太阳能板，还有组装锂电瓶，都没有时间改自己的车。那看到我面前这一台，这是行车记录器。这台是2022年8月份买的，到现在已经2年了。放了2年都没有安装，那今天就要来把它装上去。当初会买这个行车记录器，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行车辅助，第二个是行车记录。虽然我们开车已经开了20年，平常上班有时候会开那种箱型的货车，就是有个后车厢，后照镜是看不到后面的。不过如果有这种行车记录器，它有前后左右4个镜头，我们在路边停车或者是倒车的时候，有镜头的辅助，我们的距离会抓得更好、更安全。那第二个原因，行车记录，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跑，难免会有一些事故，或者是现在很流行那种碰瓷。那如果我们有行车记录的影像记录，也可以当成证据来自保，或者是有纠纷的时候有影像，可以来厘清事故的责任。好，那在装之前，因为这已经放2年了，我们先拆开来测试一下它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然后看一下它的运作的原理跟方式，然后再来安装。这是主机，它是后照镜形式的，那镜头的画面就是会显示在上面，还有附2个开孔器。那这个是底座，主机的底座，这个是放在我们中控台上面的。那我是要装在我们原车后照镜的位置。那它是没有附后照镜那个支架，那个支架是要另外买的，上面有4个螺丝孔锁上去。那镜头总共有4个，这个线比较长的是后镜头。前镜头跟左右的镜头。主机上面这一大把线，我们看上面有 CH1、2、3、4，就是分别插上我们4个镜头。那这边的线，黄色线这个有保险丝，它是接我们电源的正极。黑色线上面写一个 GND， 这一条是电源的负极。那红色线上面写 ACC， 就是我们车子引擎发动之后，它才会通电，这主机才会开机。那另外这3条线上面有 CH2、3、4，分别是我们左右镜头跟后镜头的讯号触发线，就是当我们右转或左转，或者是倒车的时候，会通过这3条线来触发。假设我们现在是右转，是接在 CH2 好了，它会送电过来，我们的画面就会转成右转镜头的画面。假设是倒车的讯号触发的时候，镜头就会转换成倒车的镜头。那刚我有讲，黄色跟黑色分别是电源的正负极。那红色这一条 ACC， 就是当我们发动引擎，它才会通电过来，这主机才会有电嘛。那因为我的行车记录器，我打算是吃我后面附电瓶的电，我要让它24小时通电，就是24小时都在录影。因为这个行车记录器是只有5瓦，非常的省电。那我车上的附电瓶还有接太阳能板，电是用不完的，所以我打算让它24小时运作。我们停在路边可以24小时录影。假设有人靠近我们的车，或者是破坏我们的车，或者是停在路边被撞，会有一些影像画面可以看。所以我们要把黄色跟红色接在一起，接在我们锂电瓶的正极，黑色接在我们锂电瓶的负极，这样它就会永远有电。那因为我们是吃我们附电瓶的电，但是我们打方向灯是车上的电，所以我们要透过这2颗小小的继电器来接在它的触发线上，
这两个继电器我之前有用过，就是我汽车这个排风扇里面有接，还有我战术开关里面的灯，我都是透过这个继电去让它去吃我们后面负电瓶的电。那我再稍微介绍一下它的接法好了。我们刚讲，假设我们今天要右转右镜头，要送一个正电过来到我们主机上面的右镜头的触发线，它才会转成右镜头的画面。可是因为我们今天行车记录器的电是接我们离电瓶的电，我们需要的是离电瓶送过来一个正电来做触发，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继电器来将我们铅酸电瓶上面的电转换成由离电瓶上面的电过来做触发。所以我们的黑色线是接我们原车上面的铅酸电瓶，那红色线就是接我们右转灯过来的正电。当正电跟负电送过来，这两条白线就会导通，那就是接离电瓶的正电，它导通送过来之后，这边去接我们萤幕上面的触发线，它画面就会切到我们右转的画面。这个有一点复杂，如果你是直接接车上电瓶的电，不像我要24小时录影接负电瓶的电的话，就不需要这个继电器，就没那么复杂。那我们先把镜头接上去通电，来看一下它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现在我们来通电做测试，那我们要将黄线跟红线接在一起，接上我们的正电，黑色线接上我们的负电。看到没有？现在开机。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4个分割画面，就是我们4个镜头都是正常的。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我们接这个触发线，我们接4号镜头试看看，接到我们的正极上面，看到没有？我们现在4号镜头就会变成全画面到我们的主机的萤幕上。那我们再换一个镜头试看看，这是3号镜头，它就会马上切换到3号镜头的画面。好，那我们刚测试都是正常的，放了2年还好没有坏。那它功能有非常多，自己看说明书吧。我们可以画面固定在前镜头，或者是都不要开，当成一般的后视镜使用，或者是把画面固定在我们的后镜头，也是当成后视镜使用。那我们右转，它就会切换成右转的画面；我们倒车，它就会切换成倒车的画面。那刚我有讲，我要透过2颗小继电器来切换我们车上电瓶跟负电瓶的电，来切换它的画面。那为什么只有2颗小继电器呢？因为我们开车右转，头会往右转，我们需要右边的画面；倒车也需要倒车后面的画面。可是我们左转的时候，我们头是往这边看，那一般这边左边是比较没有死角。而且我们头往左边看，就算萤幕切换成左边的画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左转的画面切换，只要右边跟后面的画面切换就可以了。好，让我们稍微介绍完它的工作原理跟我们需要用到的接线方式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来施工。那我们镜头需要安装的位置也需要做一下测试跟选择。那因为我前面有装那个战术开关面板，我这一大堆线都要藏到我的战术开关面板的里面去，那我就直接安装。如果有遇到什么需要注意的状况，再跟各位解释。那就直接开始吧。好，我们先把主机固定在这个支架上面去，接下来要来接线。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条红线，这一条就是右转灯的触发线。之前我在拆中控台的时候，我就已经预先拉好留在这边，可是线还没有接，要接到我们右转灯的正极上面去。那倒车灯那边也要拉一条正极线过来，还没有拉。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右转灯的触发线要从哪边接。我们先把大灯打开，然后打右转。这边是一个右转的照明灯，这个是很亮的。那这个闪光的右转灯，我们要接的就是从右转的照明灯这边接，因为它是很亮的，它的正极的电才会是一直通电。那这个平闪的话，你如果从在闪的这边接的话，它画面就会变成一闪一闪，所以我们要从照明灯这边引正电过去。
那我刚有讲，我之前已经预留一条线在这边了，那我就拆开，然后把它接到右转灯的正极上面去。接下来我们要来拉倒车灯的触发线，倒车照明灯是中间这个，那我们先拆开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倒车照明灯中间这个，它的正电是红蓝色这一条，中间红蓝色这一条，上来是这一条。我们要看一下它是接什么颜色，一样是红蓝这一条。我们看到这边线有一大把。那很多线它是没有用到的，因为三菱的车它这个线组都是通用的，它是批量生产的，就是看你需要接哪些线就接，它不可能针对每一个车型去做它的线，所以它的线都是一样的。那看你这台车的需求是用到哪些线，你就去接。那它这个线从尾门这边上去，那沿着这个沟槽往前面跑，我们不需要从后面这边接那么远，我们从中间那边接，这样距离比较短。那我们去看一下是哪一条。我们看到线它是跑到这边，然后从B 柱下去，那应该是跑到前面驾驶座下面的保险丝盒。我们看这些线非常多，一大堆颜色。那我们找出刚刚红蓝色那一条，这个有红黄、红白、红黑、红绿、红蓝，应该是这一条。应该是这一条。那我们要来测试一下是不是这一条，不然等一下拨错线的话就麻烦。那我们用我们的电流勾表勾住我们红蓝这一条线，那等一下打倒车档，如果它有电流的话，就代表是这一条线。好，我们发动引擎，打倒车档，看会不会有电流。如果会的话，就确定是红蓝那一条。好，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电流了，0.8左右，确定是红蓝这一条之后，我们一样要拉一条讯号线，拉到前面驾驶座上面。接下来就是要来接线。那我们刚刚有讲，我们要透过这两颗继电器，继电器的白线这边都是正电，所以我们把两条白线的正电跟我们主机上面的红线跟黄线全部接在一起，这个都是要接到我们后面离电瓶上面的正电，接在一起，再接到我战术开关这边的保险丝盒。这个保险丝盒上面的正负电就是从我后面离电瓶接过来的。那两个继电器的负电黑色这两条接在一起，这个是要接到我们车上的铅酸电瓶。那只要在这边搭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车体都是带负电的。那这两条红线就分别是我们右转跟倒车的触发线，就是来接刚拉过来这两条触发线，一个接一条。当我们打方向灯右转或者是倒车档，它就分别会送正电过来，让继电器导通，后面离电瓶的正电就会导通过来。那下面这两条白线就分别去接我们的触发线，右转镜头的触发线跟倒车镜头的触发线，接法就是这样子。那有点小复杂，那我把它全部接完再给各位看一次。好，我们线接好了，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两条长的红色跟黑色，就是要接到我战术开关上面保险丝盒的正电跟负电，就是吃后面离电瓶的电。那刚刚有讲，红色正电进来接我们主机的黄色跟红色线，还有两个继电器的上面这两条白色线，这四条是接在一起，接到我们的正电上。那继电器的另外一边的这两条白线，就是讯号线，我已经分别接到我们右边的镜头跟倒车的镜头。那看一下另外这边，这个讯号要过来，就是这个继电器要导通，就是我们车上的铅酸电瓶的正电跟负电进来，它就会导通。那负电两条线接在一起，直接跟车体搭铁。那这两条就是我拉过来的讯号线，从右转照明灯跟倒车照明灯拉过来的两条线，接在继电器上，将线就全部接好了。接下来我们只要把镜头找到我们要安装的位置，然后拉过来接到我们这个镜头的插头上面，这样就全部完工了。那在拉镜头之前，我要先测试一遍，看我线有没有接错。
好，我们把4个镜头都接上去了，现在来通上电视看看。我们看到4个镜头的画面都在这边，那我们开大灯，打右转灯，现在跳成右转的镜头，那测试一下倒车，那就切换成倒车的镜头。我刚测试它右转的镜头是 CH4， 那倒车的镜头是 CH3。它4个镜头 CH1到4分别是前、左、后、右。可是我想要我的分割画面是前、左、右、后，这样我在看画面，我个人的直觉是比较顺，所以我要把后镜头换到 CH4， 右镜头换到 CH3， 那我这边线就要重接，就是后镜头的触发线要接到 CH4， 右镜头的触发线要接到 CH3。我们要来拉镜头的线，那我们看一下正驾驶座。我们这个后照镜它是电动后照镜，我们看到下面这边有一条线，这个就是控制我们电动后照镜转动的控制线。那我把它剪掉了，因为我电动后照镜已经坏了。那就算没坏的话，一般我们也不太会去使用到这个电动后照镜。我觉得那个功能实在很鸡肋。一般车都我在开，我的角度都是固定的。就算别人要开的话，手伸出来推一下就好了。所以那个电动后照镜的功能真的很没用。线进来我们的正驾驶座的门，然后往车里面这边跑到 A 柱里面去，然后把线从 A 柱往上拉到我们主机那边。我手上有一个坏掉的后照镜，原来是我车上面的，那因为它下面这边的底座断掉了，这个镜面在开车的时候会震动，看后面会看不清楚。那我特地留下来研究它里面的构造，对我们在安装镜头的时候会有帮助。我们看到这边有2颗马达，它就是在调整我们的后照镜的角度。那这边有一个可以上下的，这边左右两边有一个卡榫。那它镜面是装上去卡在这2个上面。那我研究很久不知道怎么拆，我就暴力给它扯断。那它这个后照镜的镜面应该是有方法可以拆下来，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拆。如果有知道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们驾驶座这边的镜头就是从下面这边穿进去，然后从这边出来。那我打算在这边挖一个洞，然后镜头装上去。好，我们把驾驶座这边的镜头的线拉好了，这边非常的难拉。我原本要照它原来进到车门里面的管线去拉，那个线非常的小，而且这个都硬化，非常难拉，所以后来我就拉在它的旁边，关门不会夹到。那等一下再用胶带把它卷起来，这样就好了。后照镜我要钻孔装这个镜头，所以我把整个后照镜拆下来，会比较好施工。那副驾驶座这边的后照镜，它线应该会比较好拉，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接点是直接锁在 A 柱这边，所以我们线直接从 A 柱这边进去，往上拉就可以了。好，我们副驾驶座的镜头在这个后照镜上面钻好了，线也拉好了，下面这个是直角90度的，这个线非常的难穿，我穿了至少半小时才把线穿好。那刚可以看到我这连接头的地方，我用热缩套，是因为我胶带刚好用完了，所以我用热缩套把它套住，让它等一下线往上拉的时候不会松脱。好，我左右镜头都装好了，前镜头我也装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前镜头，我是用我之前装锂电瓶。有很多这种电芯串接的铜片，让我把它折成一个大概是 L 型，然后固定在我战术开关的木板下面，那再用束带给它束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去拉后镜头。
我们看一下后镜头，我后镜头安装的位置是在我后门的上面这边。那为什么我要装这么高？因为我在骑公路车，那有一台电动的自行车，那我后面之后可能会装3孔拖车架。那我的公路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甚至是摩托车，我可能会吊在后面。那如果镜头太低的话，就会挡住，所以我装比较高。第二个原因是我镜头比较高，往下我可以看到后保杆的位置。那我把镜头调到我想要的位置，刚好镜头的边缘可以照到后保杆，剩下的就可以照到比较远一点的距离。虽然没有很远，因为我要看到后保杆，可是应该是足够的。等一下我们直接看那个萤幕的主机比较清楚。那我们来看一下主机的画面，它是触控的，碰一下它就开了。那它功能有很多，这边系统设置。那我们看萤幕保护，我们可以设几秒，它萤幕会自己关掉。那其他功能很多，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就自己看一下，大概就懂了。我们看一下4个镜头的画面。前镜头，这广角的范围非常的宽，你看不到的角度它也有录到。左镜头，这边是后面。那右镜头，我们看到它广角的镜头，连前面的保险杆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路边停车很方便。看一下后镜头，范围非常的广，也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上路测试看看，看它的反应速度。那我有设定萤幕30秒会自动关机。那这个主机旁边有一个按钮，如果你要手动关闭萤幕，按了也可以。那现在30秒到了，它萤幕关掉了。那我们打一下右转方向灯，测试一下它的反应速度。反应速度蛮快的，它马上就跳右转的画面。那我们看一下倒车的画面。很清楚，它有一个倒车的这个3个虚线，看你后面的距离。那这个后镜头非常的难拉，我本来以为它是最好安装的一个，所以放在最后，结果没想到它最难拉。主要是我们尾门进到车里面那个管线，要穿到里面去非常的难穿。还有这个后镜头的位置选择，我试了非常久，上面、中间、下面，或者是这个后照镜，或者是喷水孔的位置，我都试过了。所以浪费很多时间，最后我是觉得上面这边最适合。那这个行车监控它功能非常的多，现在比较新的主机，它还可以远端连线、远端监看，那还可以拨打电话、可以导航、听音乐，还可以用声控，功能非常的多。它还有类似特斯拉的哨兵模式，就是有人靠近接近你的车，它就会录影跟警报，发讯息到你的手机。好，那以上就是我装24小时不断电的行车监控的一些过程，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各位有帮助。那我们这集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我们下集见，拜拜。